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我们会来特别关心92%的以色列人已经承认说伊朗赢了。纳坦雅胡现在为了保政权，可以说是硬拖中东下水，而川普现在可害怕了，他怕成为过去的卡特2.0，开始会反压以色列吗？今天大主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提醒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那一样的呢，上个礼拜收到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希望这周继续做互动，可以写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一样的我会亲自的来做回复。那么也请大家继续的帮我们按下热推键，或者是没看到热推可以写下热推2个字。好，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首先欢迎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的美伊的火线话题一样的，我们会有3个开场的火线话题。等一下呢，会请来宾来一一帮我们就今天的大主题来做一个分析。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点，也就是现在呢，关键在于以色列哦，以色列要不要停火？而且呢，现在内部竟然有92%，高达90%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伊朗已经赢得了这一场战争，而以色列说他有打赢战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他几乎是输掉了整场战略吗？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解析。第二件事情来关心到的是，美伊60天有望就可以正式的来签下了和平协议了，但是现在的关键，如我们刚刚特别看到的，纳坦雅胡他会愿意答应吗？纳坦雅胡为了保住政权，现在还是持续的进攻黎巴嫩，要把黎巴嫩拖下水。这场战事真的停得了吗？看起来要打上问号了。第三件事情来看到，美国现在压力可大了。这一场战争到现在已经烧掉了400亿美元，重点是这个金额只是一个初估而已哦。还有非常多的金额还没有被算进来，现在川普可担心了。本来他说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势总统，可以立刻的解决美伊战事。现在说呢，恐怕变成了当年的卡特总统，说现在是卡特2.0啊。开始反过来，他会来施压以色列来做停火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美伊停火之后，其实我们要来看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最新一轮的谈判在周末，在这个瑞士已经出现了这个初步成果。确实，现在双方有释出一些善意，包括成立了这个冲突化解小组，也设立了高级委员会等等哦。说呢，大家要一起来好好的谈有关于这个和平协议的方案。现在包括了巴基斯坦跟卡达也跳出来证实说，谈判其实呢这一次的进度还不错，最快60天内就可以签署成协议了。真的吗？可以这么的顺利吗？现在的关键点，最大的变数，也是观众朋友一直很好奇的，就是出在以色列了。以色列现在到至今还是持续的轰炸黎巴嫩，尤其是它的南部地区，造成了至少最新的这一波攻击，16人死亡，多人受伤，直接踩到了美伊备忘录有关于黎巴嫩要停火的这一条红线上面。另外，来自于美国自己媒体内部的报道，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们特别点出了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正式的警告白宫了。他们认为纳坦雅胡接下来会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不惜一切的去破坏美伊的和谈。纳坦雅胡的压力还包括来自于国内的人，现在最新的民调出炉都非常的不信任他，甚至非常夸张的是92%，90%以上的以色列民众认为战争的赢家是伊朗，而且纳坦雅胡的不支持度非常高，支持者93%认为伊朗的得利更多，70%的民众不相信纳坦雅胡宣称的战果，56%认为他的表现是失败的哦。支持率正式的跌破了30%，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心超过90%的以色列民众认为这一场冲突最大的赢家是伊朗。从目前的情势来看，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纳坦雅胡的支持度来到了新低，只剩下30%。再来就是接下来要选举，而且他还被判这个贪污哦。他接下来会怎么做？会不会真的努力的去阻止美伊之间的和谈？孙委员怎么看？对，在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就是在这场战争里头，
只要伊朗没有输，他就是最后的赢家。那么到目前为止，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不但没有输，那么现在看起来哦，这个接下来的相关的这个 MOU 的签署，或者是协议的这个方向哦，那么伊朗恐怕远比没有输得到的更多哦。那么所以当然，伊朗绝对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参战的三方哦，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算是最大的赢家了。因为大家想想看，当时伊朗所要面对的是全球军事第一强权美国，跟中东军事第一霸主以色列两个国家联手的攻击哦。在这两个国家联手对伊朗进行灭国之战的时候，伊朗居然挺住了哦。那么，所以在这一点上，光是在国际社会上，伊朗在这一战就一战成名了。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都没有把伊朗打趴，那么就代表说，伊朗以后在全球的地缘政治里头来说，它就是一号人物了。那么更不用讲说，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它所发展出来的这种不对称作战哦，将来一定会成为未来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范本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原本伊朗长期以来就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的哦，那么国际社会对伊朗其实坦白讲，一向观感也不怎么样。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争之后，美国为了这个尽快的从伊朗这个战争的泥淖当中抽身哦，他不惜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让步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伊朗的石油可以堂而皇之，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卖到全世界去了，然后甚至美国对伊朗长期的经济制裁，未来都极有可能松绑，还不要讲说美国这个叫中东的国家跟他亚洲盟友去出那3000亿帮伊朗重建哦，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在战前哦，这个伊朗想得却不可得的哦。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后，美国双手奉上了。那么第三个关键的重点是在这场战争当中，伊朗这个实兵演练了一件事情，他知道他可以不要有核弹，因为呢，赫姆兹海峡就是最好的核弹。如果赫姆兹海峡再加上阿曼海峡，就是2颗核弹哦。就他这次非常有效的用赫姆兹海峡的这个掌控权这样的一个这个地缘的关系位置哦，就掐住了全球能源跟这个粮食的咽喉了。那么，所以其实对伊朗来讲，他就算承诺我以后不发展核弹，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手上握的一个是随时都可以用无限次的使用的核弹哦，就一颗核弹你炸一次就没了。可是赫姆兹海峡你却可以长期的使用，一颗核弹你只能炸一个地点，可是赫姆兹海峡你只要掐住了这个咽喉，你对全世界都会造成威胁哦。所以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哦，从整个这个大国博弈的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伊朗希望在这场战争当中得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经济利益跟资源来看，其实当然。如果要严格来讲，伊朗的确是这场战争当中最大的赢家。好，是连这个以色列90%的民众都认为是伊朗赢了。那接下来这个纳坦雅胡会怎么做？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自保，会怎么做出决策？那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有办法单挑伊朗吗？杨老师又怎么看？我目前觉得，其实现在在瑞士展开了谈判这个60天，大家要知道，它还没有进行到所谓核武跟浓缩铀。他在谈的是海峡，然后呢，反封锁，也就是封锁的解禁，以及黎巴嫩的问题，也就是真主党的问题。那这个60天之后呢，如果真的达成协议，才会进行比较困难的，也就是核武跟浓缩铀。那伊朗这边当然也可能会提赔偿或整个中东安全的问题。这是形势之下使得大家不得不接受的一场谈判，但我觉得现实困难重重，绝对不会是这么单线的哦。伊朗完全取胜，美国从中东退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Bibi 遭受挫败，然后呢下台一鞠躬，我觉得绝对不会如此，因为美国不会放掉中东这一块肉。美国在中东有这么多的军事基地，虽然受创，但是呢，它还是影响力十足。它也要防止伊朗崛起，整个掌控中东，成为地缘政治的最大赢家。伊朗现在虽然看起来在不对称作战上是赢了，但是呢，它的代价是很高的。它整个经济、民生，而且接下来政治能否真的稳定也不确定。所以，
你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放掉他手中的一切。那我觉得会是一个动态的僵局。那甚至呢，可能各自都退一小步。比如说荷姆兹海峡大概的航行，但是伊朗还是会掌控，比如说管理局、服务费，甚至指定航道，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自保的，最重要核弹级的保护的关键。那美国就不可能全然的去放掉一切，那也不可能放掉一切之后，他怎么对美国内部的交代？就等于是真的是签了一个失败协议。也最后这个3000亿美元也不可能美国自己掏腰包，根本可能不一定会真的出现，真的出现也部分的会要海湾国家去分摊，甚至日本跟韩国。哎，我会说你现在油的问题解决了嘛？你看在6月17号之前，布兰特原油94块，今天78块，一下掉了很多啊。我们现在连中油都可能要降价了。所以受惠的国家会有一些。因此，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这边当然也知道，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是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因为他10月7号之后再连任的机会不高了。对，他再怎么闹，再怎么搅局，我觉得都不高了。但是呢，有一个东西不会变，那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所以，当施米留问我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能不能够单挑伊朗？如果以色列主动要去搅局、挑战伊朗、攻打伊朗，美国不会支持。但如果伊朗跟这个攻打以色列的话，我觉得美国一定会全力的去支持他，而且美国会支持以色列持续的在未来在黎巴嫩或者是巴勒斯坦的这些征战。就算新的政府上来，这个基本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也许稍微会缓和一些，不会像内塔尼亚胡这么的强硬派。而且这么强硬，到后来证明他的战略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是一个动态的僵局，而且大概就维持这边这种长期的不稳定中的稳定。然后呢，让这个伊朗忙于这整个区域，忙于美国的压力，而美国依然能够在这边维持它的军力跟影响力。好，那我们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所以就是接下来川普对于这个纳坦雅胡的态度，您又怎么看呢？因为现在其实美国的内部真的是压力非常的大。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战损的部分哦。CSIS 这边做出了一个最新的估算，就是在这场冲突当中，美国现在花费已经高达了400亿美元。那这个是初步的一个数字，因为呢，当然还有很多是有关于这个原本就编列的军费，其实都还没有加进来。再来就是川普的另外一个压力来自于美国国内民生嘛，我们都知道他的通膨压力非常的大。现在呢，油价最高一度是来到了每加仑4美元，一个家庭就要多支出了250美元哦。那么再来就是川普的政治压力了。他本来觉得说，我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很快就可以结束掉伊朗，结束掉这一场战争，几周之内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结果没有想到打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多天。还没有办法停止。有人说，川普越来越像当时在1980年的这个卡特总统，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卡特是因为伊朗的人质危机，所以拖垮了他的整个任期。现在川普是不是有点像他的翻版呢？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各方面不断的让步，不管是说被迫签下这个 MOU 啊，或者是解除部分对于伊朗的这个限制，甚至要承认伊朗的主权，还要帮以色列收拾残局。有人说这个叫做川普最不愿意承认的卡特2.0正在成型。舰长怎么看？究竟有多么像卡特2.0？那我们看当初在凡尔赛宫里面签的那一个 MOU，谁先签名的？是川普先签名的。那接下来我们才看到的是伊朗的总统签名的。我们回想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无论是在欧洲战场、中国战场或者太平洋战场，谁先签名的？都是德国跟日本，那后续的才是盟军的当地的元帅。那例如说，在中国战场就是何应钦将军来签名的，所以这就注定是输了。还没有看条约的内容，那例如各国都有，那外交部都有条法司，都有礼宾处啊，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吗？怎么可以让川普总统先签呢？先签就是输了。那这第一个，第二个有关于我们讲到说。
会不会未来有关于这个逼纳坦雅胡停火？其实你可以不要开火。那这个问题其实布林肯之前就讲过了。布林肯说，当初你们现在所听到的种种情资，他说拜登总统人类都听过了，那只是拜登总统没有做开火的这个决定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一个到底重建基金是多少？400亿，那所讲的，也就是无论是被击落的 F-15啊，或者是这个 F-35啊，还有那个 RQ-4、MQ-9，那个这一些无人机，大概就是这个数量。可是难道美军不再回这一个波斯湾吗？他要回去，他怎么样收拾这个？无论是第5舰队，或者是卡达的长城预警雷达，还有乌代德空军基地，那这一些通通都要重建起来。之前就算过了，它需要4000亿，那这个根本就跟天文数字一样。可是川普现在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他其实追求的是只有历史定位吗？可能不止如此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可能要追求的是他的第3任期啊。现在田纳西州的这个众议员奥格斯，他已经准备要修改这个宪法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不限两次的任期。那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再回想川普总统的很多动作，什么动作？第一个，他做了有关于白宫宴会厅的这个改建，什么时候完工？2029年1月。难道他改建是为了他卸任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他或许更想要在那边开启第3任期的一个宴会嘛。那另外，他还要建构这个川普级的这个战舰。我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打造？2030年呢？他现在做的这一个专案这么伟大，可是呢，2030年他已经下台一鞠躬了。谁下一任总统共和党的都未必帮他做，范氏都未必帮他做，你可能要求这一个民主党帮你做吗？那当然不可能。所以他要追求的是第3任期。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这场美伊战事在签署了 MOU 之后呢，川普就高喊了让石油流动起来吧。所以呢，接下来看到了伊朗成为了石油的大卖家。伊朗出口总共是呢，最新消息，短短几天之内，2000万桶的原油现在全面的在全球世界各地大出货，重返年赚可以近2兆元的这个石油帝国。那么另外一方面，伊朗呢，它出口的石油流向亚洲国家，现在说也转向人民币结账，是不是石油美元50年霸权会崩落，进入倒数呢？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做留言。你如果认为说石油美元会逐渐的转向崩落，那么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早，可以留言写2，来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互动。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美伊的临时和平谈判在19日签署之后，川普第一时间他最重视的就是石油的问题了，因为美国自己内部的通膨太过于高涨，他早就希望可以降低油价了。所以呢，在这一份的协议上面，除了川普承诺说现在所有的战线上面都会暂时停止，当中包括了在黎巴嫩的战事之外，他最重视的事情就是赶快让石油流动起来。这个是川普最在意的，立刻喊出来。但是川普呢也对这个伊朗做了一下威胁，他说呢，如果最终你伊朗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美国达成一个正式的签署的话，我们美国还是会掌握荷姆兹海峡的，并且呢，从中东地区跟伊朗这边抽取20%的石油利益，他还是不忘稍微喊话一下。好，在这个川普说让石油流动起来之后，解封对于荷姆兹的管制之后，立刻看到了这个伊朗方面宣扬啊，美国你这一次真的是惨败了。这个是来自于伊朗的官方最新的还有媒体大肆的一个宣扬。所以我们来看到美军一解封，伊朗的石油立刻开始做大出
出货的动作。来看到这个出货到底有多少呢？3天之内狂运了2000万桶石油到世界各地。再来就是伊朗的哈格岛石油这边终于正式的重启了。从这个卫星的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呢，这个是哈格岛，在它的左侧的部分说，这个靠西侧的码头已经被拍到有3艘超级大型的邮轮停靠在这个西部的码头地区了。那每一艘的邮轮可以载大约是200万桶的原油，现在呢都要往其他的国家去做输送。那么哈格岛大家都知道，掌握了伊朗高达了90%的原油出口量，所以呢，哈格岛的石油重启对于伊朗来说具有很大的一个战略上面的意义。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呢，这个来自于华盛顿邮报做的一个最新估算，他说呢，一旦这个伊朗已经确立了它石油的这个重启之后，它如果回到战前的一个产量，一年是可以石油收入达到600亿美元的，换算新台币啊，高达了1.9兆元。伊朗的石油部长这时候可得意了，他说呢，在后协议时代，伊朗的石油业将为全球经济带来庞大投资机会。他喊话说，石油业在伊朗方面，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这次 MOU 签署也被视为说对伊朗非常的有利。除了石油现在正在大出口之外，另外一方面呢，也被美国承诺说呢，会解冻60亿美元对于伊朗的制裁，从卡达这边的制裁开始会还给伊朗。再来就是3000亿美元会提供给伊朗的重建资金哦，等等，现在看起来都对伊朗非常的有利。好，我们先来聊一下石油。伊朗在3天之内疯狂运送了2000万桶的原油。再来，刚刚特别提到的哈格岛这个石油岛，现在确立重启，代表美国围堵伊朗差不多数十年的一个制裁体系，正在亲手被自己拆掉吗？伊朗会不会从被制裁国转为全球能源市场最抢手的大卖家？委员怎么看？为什么我们说伊朗是最大的赢家？大家看看到现在是谁最想签 MOU？ 是伊朗吗？还是川普呢？川普用尽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逼着伊朗上谈判桌，不就是因为川普不想打这场仗了吗？他想抽身，他想从伊朗的泥淖当中抽身，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屈辱的条件，他都想办法做一些文字游戏包装起来，赶快签了，人赶快离开就好了。所以我才在讲说，为什么在这场战争里头，伊朗是最大的赢家。关键是伊朗没有要灭掉美国跟以色列，美国跟以色列要灭掉伊朗，所以只要伊朗在这场灭国之战没有输，他就是赢了。伊朗从头到尾就没有要打趴过美国，他也从头到尾没有想打趴以色列。所以在这场战争，我们最后来做一个计算跟盘点，为什么我们现在认为伊朗是最大的赢家？除了我刚才讲的，到底谁想签，到底谁怕打？是伊朗怕打吗？伊朗可能早就准备好下半场等着打了，他还恨不得美国打嘞，因为伊朗的战略目标恐怕都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你更不要讲像刚才小舰长所提到的，连签个 MOU 的顺序都可以让大家看得出来说，在这一场的这个谈判协议过程当中，是谁拜托了谁，是谁求了谁。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签完了这场 MOU 之后，我们来盘点一下，当时在这场战争发动之前，美国要做什么？美国第一，他要伊朗政权轮替。伊朗政权有轮替了吗？伊朗没有被打垮。第二，他说要把所有的浓缩铀都收走，用尽各种办法要伊朗把浓缩铀交出来。伊朗交了吗？现在伊朗只保证他不做核弹，他从来没有承诺说他要把浓缩铀交出来哦。第三，美国要求说荷姆兹海峡要完全打通。如果照刚才大家说的，未来荷姆兹海峡很有可能收服务费，荷姆兹海峡真的有完全打通吗？没有。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说在这场战争当中，伊朗是最大的赢家？光是美国跟以色列想在战前达成的几个目标，他们一样都没有达到，反而他们要去做出更大的退让，包含像我们刚才在讨论的，像这个原油，以前伊朗卖石油要偷偷摸摸的卖啊，他是面对了国际上全面的制裁，他今天卖石油，他一年赚个600亿，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卖了。所以这对伊朗来说，难道不是让他合理合法的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里吗？那你更不用讲说，以前全世界对伊朗的态度，对伊朗是有一种特殊的成见。可在这场战争之后，伊朗是堂而皇之的、正大光明的走进这个国际社会里头了。所以其实，在这场战争之后，美国跟以色列当然输了，他们原本的战略目标一个都没有达到。
而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不但挺住了，他却得到了更大的收获。刚才永明兄说，伊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现在问问伊朗，这个代价值不值？伊朗可能认为很值，因为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可是我换到了更大的成果。以后伊朗就是中东的第一大国之一，伊朗是西亚地区的话事者，谁都没有办法再小看伊朗了。那么，如果今天我是伊朗的国民的话，我认为这个代价很值得。好，这个伊朗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确实拿到了一些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战果。那其实呢，刚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了，过去伊朗运送石油要偷偷摸摸，那现在变成是说，光明正大的往外做运送。那刚刚我们也讲了嘛，这个《华尔街日报》特别估算的是说，如果回到战前的水准，可以一年赚进1.9兆元新台币换算成新台币，这是非常高的一个金额。再加上荷姆兹海峡未来可能会收过路费，对于伊朗来说，这次有一个评论是说他赚翻了，真的可以这样解读吗？舰长怎么看？我们刚刚的提问有提到说，能源出口的这部分呢，那也就是伊朗出口的部分，其实是伊朗要的。那但是呢，我们如果回头看呢，压低油价那是川普要的。可是我们现在从伊朗的这一个 MOU 签订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双方互谋其利啊。所以为什么川普这么急的要签？那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超级油轮或者油轮呢？我们来看啊，这是伊朗石油协会提供的这个资料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白色的这个框框加上红色的框框，一共22个。那红色的框框呢是满载的，也就是14艘。那如果我们看到白色的框框，一共是8艘。那也就是空载等待的要加注燃油的，那这加注石油的这个部分呢？那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5月31号。可是呢，我们下面看到的这张，那是今天我们在录影前我截下来的，也就是22号下午的1点钟，我们可以看到，超级油轮只剩1艘，其他全跑光了。那为什么都跑光了？因为通通在急着通过霍姆兹海峡，通过霍姆兹海峡，无论是运往那个中国大陆，或者是运往新加坡，或者是韩国、日本，其实都是在帮这一个伊朗赚钱呢。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伊朗为什么那个它真的可以说是赢麻了。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从2010年到2026年，我们看到伊朗它的一个经常账上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代表它是从石油上面赚来的钱，那这上面有紫色的一点点的是天然气的部分，那下面的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它从国外进口的这些各项物资。那我们就可以看从这条黑线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大部分 GDP 来讲都是正面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它这一个经济结构是靠石油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可是呢，我们来看到说，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它出口只剩下201万吨。那意思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看到战前的时候，它都达到了6900万吨，那这么大的一个落差，也代表其实现在我打通霍姆兹海峡之后，真正的解决了这个伊朗国计民生的问题，但是美国的问题才刚开始，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它怎么样来让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能够畅通，如何的让它美军能够重回中东，那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好，现在川普要担心的事情，还有就是接下来美军如何重回中东。刚刚舰长帮我们特别提到了，尤其现在波湾国家也很不信任美国可以提供给他们安全保障。再来就是有关于石油的问题，刚刚我们聊了非常多有关于石油，现在也说呢，这一场解封呢也让伊朗得利，但是对于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石油霸权是否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允诺的现象呢？尤其是现在可以发现有非常多的国家开始用人民币来做石油的交易，在中东地区，我们来看到几个地方。首先呢，其实在今年的年中的时候就已经传出这个伊朗跟8个国家正在协商说，未来呢，这个我们做石油的交易不要再用美元了，用人民币吧。现在有说这个伊朗谈判的国家有8个，但是目前还不知道有哪8个国家。再来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早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数位货币，那使用的就是
就是人民币了。再来就是看到日本跟韩国了，这是最新消息。日本同意呢，传出来说他们同意使用人民币来做支付，石油的支付。再来就是韩国了，他们也说呢，已经向美方确认，未来他们进口俄罗斯的石油都会改采用人民币，或者是用卢布，这些币值都可以来做计算。再来就是可以看到，美国从它的页岩油革命之后，实现了能源独立自主之后，中东就有85%的原油出口其实是流向亚洲的，特别是沙烏地阿拉伯后来呢，对于中国的出口更是美国的3倍，石油重心被视为说早就已经从这个美国流向这个东方，我想已经彻底的向东移了。再来，我们就是来看到一些评论了，这个是来自于作者富爸爸，他这样警告，他说伊朗呢开始接受了人民币的交易之后，石油的交易之后，对于美元体系带来重大的冲击，甚至可能动摇美国数十年建立的美元霸权。其实不只是富爸爸这样讲，另外一个是这个德意志银行也说呢。美军基地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当中受损，然后波湾的石油设施受损，荷姆兹被受阻等等，都让波湾国家开始对于美国是不信任的，所以他们也在思考说，你不能提供我安全，那我为什么要用美元来做结算、来做交易呢？杨老师怎么看有关于美元霸权在中东的影响力是否式微？这个是刚才你讲的一些东西的理想状态哈，但各位知道，美元霸权。使用美元以及支付体系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这是3个层次不同的问题。它有关联性。然后会有影响到最终美元霸权或者是使用美元的比例跟地位。但是呢，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这一场伊朗的战争影响到的不只是地缘政治、军事，也当然影响到经济、金融，甚至对美元的信心。以及是否会还是这么多量的使用美元在做10元的交易，甚至全球的支付系统的美元交易，会有影响。那这个影响会看接下来的这整个谈判的过程。不过先要讲，大家现在改采用人民币，那是考虑到接下来会跟伊朗做石油交易的话，那当然伊朗不会去接受美元嘛，所以呢，你就要用人民币。那因为人民币有一个 CEIPS 哈，它其实有个系统已经很完整的。那过去这个中国大陆跟中东地区这个做石油跟天然气的交易，也都是用人民币或者是数位人民币做交易。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跟伊朗买油，包含日本、韩国，跟伊朗、跟俄罗斯买油，它会可能用人民币，但它大宗的其实还是跟其他的海湾国家，那个还是用美元。然后呢，送到了东南亚。那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呢，其实大部分可能还是用美元体系。是那除非你跟伊朗买，所以现在就是说，你伊朗开始出来的油能够出来多少，我们不知道哦，因为这取决于这个谈判，说不定美国还是施加压力，然后呢，使得制裁，然后呢，常备管辖，使得别的国家的油，别的国家不敢买太多伊朗的油，因为你要知道，油不是我今天给你买，明天就到，它是个长期的约。那这种长期的约，如果又受到地缘政治，美伊又打起战来，那不断掉了。那我临时哪里去找这个国际的现货？有，但一定价格比较高，所以这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这个我讲很长一段时间，要半年到1年左右，才知道这个整个情势。那石油美元，其实第一个，美国本来现在已经是第1大石油出口国，它当然用美元结算。那第二个呢？其实全球的石油的需求啊，相较于以前其实是在减少中。为什么油价会往下跌？因为供需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改用清洁能源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方式，所以石油的供需会影响到石油美元，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影响关键。再加上美国，它现在比如说举例而言，前一阵子那个 SpaceX 的 IPO， 接下来还有 OpenAI、Anthropic。也就是 AI 的这种硬体到软体的这些交易，那当然用美元呢，在美国的这个商业体系当中，所以如果你现在说石油美元以前是撑着美元霸权的一个主要的支柱，没错，但今天呢已经不如以往，而且呢有别的取代的方式，所以呢现在伊朗成为国际油价上一个公开的玩家了。那等到半年、1年确认之后，大家跟他购买。那当然就会用人民币体系，说明伊朗也会出来另外他自己喜欢一套
货币体系，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要观察的地方。但是呢，的的确确影响到美国的军事地位、霸权。那当然，一切美元的霸权取决于就是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这种信任以及它的币值、它的经济的信任。那看起来整体的削弱情况之下，那当然就会影响到它的美元霸权、石油美元以及美元的支付体系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特别关心北京对于日本的报复正式的全面引爆了。那这一次呢，包括了30材料荒了、住友等等，还有一些关系的经济团体都急奔北京来求助。观众朋友欢迎在留言区来跟我们做留言。如果您认为大陆这一波针对于日本的重稀土的这个限制跟报复跟制裁能够重伤日本的这个不管是制造业、军工或者是科技业，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这个伤害还不算太大，可以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互动。那另外，其实现在 G7 也一同开会说要一起降低对于大陆稀土的这个依赖度，要降到50%以下。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管制现在开始正式的全面发酵，冲击我们可以说是一波比一波更猛烈。最新消息是，确实日本政府的态度非常的强硬，但是日本企业首先已经撑不住了，所以呢，日本的企业决定说自己靠自己。自己起身去拜访中国大陆，正式的向中国低头，是希望说中国是不是能做一些的让步？我们来看到最新数据是，日本5月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稀土磁铁创了1年新低。刚刚说了，日本企业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最新消息是，住友电器，还有呢，包括了日本、关西等等的经济团体代表，已经说他们要亲自前往中国大陆的北京。来跟当地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这是第一个。第二条路是来自于共同社的报道，刚刚看到的是这一种比较大型的这些经济的一些团体领袖前往北京，再来就是日本的中小企业也自己组成了这个叫做商工会议所，时隔8年，他们确定将会在21号到24日期间派团到北京去做考察，所以现在有2大团体都决定去北京，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谈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谈判条件。那确实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现在在日本的供应链已经拉起警报了。我们稍微做了一下盘点，这一波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这个限制跟制裁，包括了从钨、镝到铬等等的重稀土，重挫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先来特别看到点名几家科技产业。首先我们看到从7月1号开始永久停产生产6氟化钨的，包括了这个关东化电，还有呢中央硝子等等这2家企业。再来，我们看到另外2家企业，它则是涨了它的成本。首先是30材料，6月起它的钨零组件涨幅达到3倍以上，住友电工产品价格最高涨幅也高达了60%。再来看到库存只剩下1个月的水位的是这3家企业春田等等这3家企业说库存也非常的少了。再来，我们看到日本到底有多依赖中国大陆的稀土呢？它有70%是依赖中国的，其中重稀土的依赖度更是将近达到了100%，而镝和铬的进口是从1月开始直接归于0啊。日本现在只好呢，不管是求北京帮忙，或者是从其他的国家希望能够来降低这个对于中国的依赖，但现在卡关的不只是矿而已，不只是稀土而已，还有整个冶炼的技术等等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住友电器，还有包括日本关西2大经济团体，还有我刚刚提到的中小企业组成的商工会议所，都前往北京，希望大陆能够松绑。大陆会回应一个比较良善的回应吗？还是会继续的做卡关？那这对于日本的重工业会有多大的一个冲击？委员怎么看？
北京当然不可能因为这些工商团体到北京去这个拜会，然后就进行松绑了。松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日本政府要收回他过去错误的言论，改正他错误的行为哦。不过现在显然看起来，日本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了哦，所以日本也没有任何要做改变的打算哦。因此，这样的一个变相的封锁恐怕会持续下去哦。坦白讲，北京政府这一次是很巧妙的。这个在不违反国际贸易准则的情况之下，对日本哦，针对这些这个稀有矿物开始进行断供的动作。当然，他第一个理由就是利用这个军民两用了，这个理由是美国最常用的。美国动不动去限制中国大陆的企业，就说它是军民两用哦。所以呢，这个北京政府也是嘛，既然美国当初一，他就当15了，所以他用同样的理由，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所以对于可能军民两用的企业的这些相关的稀有矿产的供给，它都暂时停止下来。第二个呢，他就在做所谓的依规审查了。各位知道，所谓的依规审查就可以审很久啊，审得天长地久，都审不出个结果。所以呢，在这个国际贸易准则里头，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违法的行为，他只是按照他国内法来进行这个严格的审查而已哦。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日本就是有苦难言了。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的特、讲到的敌、想到的乌哦，其实严重的影响到了日本几个重要的产业。第一个产业就是半导体产业。各位知道，全球的这个晶圆制造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在晶圆制造的这个过程里，它需要一个叫做前驱体的气体，这就是刚才这个我们所提到的叫做六氟化钨嘛。思敏提到的六氟化钨，它就是所谓的前驱体的气体。这个前驱体的气体，日本现在停产的这2家公司占了全球产量的25%，所以就代表全球的晶圆制造过程当中的前驱体的气体有25%都断供了哦。那当然就会冲击到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哦，不是只有日本啊，台积电也好啦，这个海力士也好啦，这个神送都是一样的，马上都会受到冲击了哦。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哦，日本现在对外讲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的是高纯度的钨才能够有六氟化钨。这个高纯度的钨90%的产量都是来自于中国，而日本现在的状况是，中国大陆在2月到4月哦，这个出口给日本的这个数量完全归零哦，所以日本现在评估在5、6月哦，就是6月底哦，马上日本全国的库存都要耗尽了。所以你没有高纯度的钨，你就不要去想要去生产什么这个六氟化钨了哦。那但是第二个产业它冲击到了什么？它冲击到了日本自己的汽车产业。各位知道，因为钨的特性啊，它除了高导电之外，它还有高强度哦。那么所以呢，它高导电、高导热、高强度，所以钨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动这个车，特别是所谓的日本现在最喜欢做的油电混合车里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所谓的油电混合车，就是在低速的时候你用电瓶，然后呢，在中速的时候你油电互相混合使用，然后在高速的时候你用引擎来使用嘛。所以呢，它是有3段式的。因此，油电混合车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就是号称叫做行星齿轮组，就是这个行星齿轮组在1分钟之内要进行几百次的交换哦，因为你要驱动的这个驱动的能源的来源不同。所以这个行星齿轮组1分钟要几百次的这个交换运作，大家就知道说，你这个齿轮组如果不够硬啊，你的强度不够高，你马上就磨损掉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行星齿轮组，它需要什么？它也需要高纯度的钨啊。那这个钨90%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像特跟低，马上就冲击到了日本的新能源了。各位知道，所谓的这个氧化低跟氧化特，最主要的它就是永久磁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料之一哦。那大家说永久磁铁，磁铁就是永久的啊？不是啊，磁铁不会永久。各位知道，磁铁如果在高温的时候，它会消磁。所以你要如何让磁铁在高温的时候不消磁？那你需要氧化锑跟氧化特了。那什么东西的磁铁会高温呢？电动车的马达会高温啊。电动车马达的磁铁会高温，因为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可是如果你没有氧化特跟氧化锑，你马上就消磁了。你电动车的马达在高温马上就不用跑了。那你更不要讲像风力发电机。它也是一样，在高温的时候，它需要有永久磁铁，否则一消磁之后，所谓的风力发电机也不要运作了。那你还有呢，电动车的这个电池啊，我们要做的就是快充。我刚才讲过，像这个纯化钨哦，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高导电性啊，所以呢，通常这个电动车的快充电池就需要钨来作为这个导电的材料。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刚才讲到了特没有了，低没有了，钨没有了哦，那么你接下来对日本来说，半导体的产业也好啦，新能源的产业也好，电动车的产业也好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的。好，这个是中国大陆这一次对于日本的重稀土的限制哦，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大哦，从半导体一直到电动车，一直到这个甚至是其他的能源产业，像是风力发电，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那接下来日本怎么做呢？去北京寻求一些化解这个管道，真的有效吗？那吕舰长又怎么看？其实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高市早苗，收回所谓的台湾有事论，就这么简单而已。而且中国大陆也始终没有提高任何的条件，要求的就只有这么一项，其他的你们谁去都一样，不用再浪费时间、浪费钱了。那刚刚呢，那个大千委员跟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6氟化钨的部分啊。那钨的部分已经很清楚了。那钨的部分呢，其实最大的产地在哪里？就是中国。那中国的产量可以达到67000吨。那我们看到第2名是哪里？第2名是越南。越南是多少？3500吨，那是零头啊。那第3名呢是俄罗斯，俄罗斯又是2000吨，通通都是零头啊。而且这个里面其他的国家加起来都没有中国大陆的单一产量多，所以其实没有用。第二个问题出现了，6氟化钨的氟气，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国家产最多？全世界的产量是950万吨，中国大陆的产量590万吨，也就是我又超过一半的产量在中国大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关东电化跟中央硝子，他们说永久停工，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他们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氟气，另外一个钨，全部都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上，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那另外有关于日本到处寻找，之前不是大家都称之好棒棒啊！地球号它的这一个到了日本最东侧的南鸟岛的6000公尺的海深下去挖稀土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就看到了，日本还在继续找稀土，就代表这个很贵啊！你根本你要挖6000公尺的这个稀土上来，你还要风干，你还要做炼解。对不起，你日本还真的不会。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还提到，他要到这个格陵兰去开矿啊，那你真的是要触怒川普吗？那个格陵兰是川普口中的第51州，川普要的只是一个冰山的一个岛屿吗？不，难道那个格陵兰上面有稀土，川普不知道吗？还等你来挖，对不对？所以轮不到你。那这已经是我们讲第2地点，第3个地点他又找到了蒙古。那他找蒙古，他觉得终于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偏偏不是如此。因为蒙古一直都在走第3邻国的这一个政策，那它的第1邻国、第2邻国分别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啊，这2个国基本上陆运就封死了，又不临海，所以我们这样讲，那他们都认为可以空运啊，那真是更棒啊！空运的水准是1吨大概是2000美元左右啊，那稀土有这么贵吗？而且那是土而已啊，那只是原料而已，还没有炼解出来啊，所以也不可能空运啊，更不要说6月15号那个中国大陆以及蒙古他的外交部长会谈发布了一个联合新闻公报，一开头就讲到了什么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第4条，也就是不去参与那个针对敌方的军事同盟。那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3方签损害另外一方的安全条约，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日本你黄了嘛，稀土也不可能卖给你啊，因为中国大陆直指稀土根本就是那个日本它的一个军工最重要的一个那个来源，那个最重要的原料。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个日本耗尽所有的心力到处去找，不如回头向中国认错。
好，这个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针对于日本做的科技上面的制裁哦，包括在迪乌特上面做的限制。但其实呢，有关于这一场稀土战，它不只是针对于日本而已，现在其实也继续中国大陆升级，还对美国。另外一个要来看到的就是它打的是铟哦这个元素，我们特别来看到的是因为呢全球70%的铟哦都握在中国大陆的手里，打的就是呢这个 AI 资料中心光通讯的晶片材料都需要用到铟。所以现在美国的光子晶片企业已经向政府求情，说可不可以去帮忙请求中国获得出口许可。那磷化铟的晶片价格已经暴涨了250%了。中国大陆现在同步来收紧对于美国的各种限制，已经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成型了。46家美企产品也限制政府上面做采购。好，再来，所以呢，现在 G7 国家也说了，要一起来去中国化，目标降到60%以下。其实这内部也有非常多的分歧。韩国因为呢不想要打坏跟中国的关系，没有加入。那意大利最近跟这个我们知道跟美国的关系也很差，所以也没有加入在当中。G7 有可能真的把他们这个稀土的依赖降到所谓60%或者是50%以下吗？中国大陆打的这个这个战争，能够逼得这个美国对他做一个 AI 的精准打击吗？杨老师又怎么看？其实现在我们都了解哈，从稀土这个问题开始，大家才发现到，过去30年吧，整个西方就是把这些不环保，然后呢这个效能低，然后高成本的这些原料的这个部分以及基本的代工它都往海外移，他觉得就是便宜的人力，然后呢土地，然后呢这个环保的一些规定。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在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世界体系当中它是扮演核心，然后它对这些边陲或半边陲的国家去输出一些它不要的夕阳工业的技术或者是基本原料的产生。结果呢，中国的这个整个制造业的崛起，它是全供应链的发展因为他知道处于这种地缘竞争，特别跟美国的这个竞争，跟西方的竞争，它的体量规模这么大，迟早有一天，很快就整个绝对数字而言，他们会感觉到威胁感。这个30年前，我觉得他们其实很清楚，中国大陆就很清楚，所以它需要一个全供应链的这种掌控。那当然也因此可以降低成本。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从稀土、稀有金属到有一些，甚至你看最近看到的金刚石、人工钻石的这些发展，然后呢，因为随着整个科技技术的这个提升，它更多的应用面出来了。原先只想到它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原料，到后来发现到它是现在这个科技工业在半导体在各个方面最核心所需要使用，比如说用这个永久磁铁，或者是钨，或者是铟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跟这些西方国家才回过头来说，想要建构自己的供应链，完全来不及。缓不济急，同时成本过高，没有技术，没有制程，就面临到稀土的台积电。中国的稀土公司就是如此。还有另外一个，你这种所谓去风险化的风险，这个永远是你自己面临到的问题。而且中国没有对全世界禁止它其实还是希望维持一个国际合作。所以只要你愿意跟中国做国际合作，你这些原料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不去这个，就是说去发展再军事化，或者是这种新型军国主义要去搞抗中保日，那当然他对你的军工业发展，那你只不过投入更多的钱做一件你自己本身其实不会有任何成效的事情。中国也没什么意见。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各国的政策我们看到韩国，看到有一些像是德国甚至西班牙，这个政策这脑袋就很清楚，就不会说想要去跟中国搞对抗。那但是呢，我们看到日本甚至像是这个法国，冯德莱恩，那我就不知道美国是不是真的搞懂，就看9月份川习会到底川普有没有真的搞懂。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持
续要来关心的是，美日同盟是不是正式的破裂了呢？有一些迹象，等一下会来一起做关心。而川普在 G7 上面高声训斥高市早苗，大开玩笑，还嘲讽他也被成为一个焦点话题之一。再来就是等一下会看到高市早苗的这个民调创了新低。那么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 ，G7 的峰会刚结束，场外的火药味十足啊！多家的媒体特别引述了法国媒体的报道说呢，怎么回事啊？在这一次的 G7 的晚宴上的时候，看到说川普跟高市早苗疑似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一个口角，大吵一架，真的是这样子吗？而且一度是激烈到有很多国家的领袖必须要介入在当中来稍微缓和一下两个人的情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几个导火线？我们先来看到，首先最重要的导火线就是这个了。川普呢再度的搬出了当年的珍珠港事件来比喻说，这个是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指的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哦。那大家还记得吗？其实今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高市早苗不是去了白宫吗？跟川普一起接受记者的访问。那记者问到川普有关于说，你去攻打伊朗，你有没有跟你的这个盟友日本说一声呢？结果川普是说呢，用了这个珍珠港事件来回应说，有谁比日本更懂得突袭呢？那让在场的这个高市早苗一脸非常的尴尬哦。除了这个是这一次的导火线，就是川普又在提珍珠港事件之外，我们来看到川普在这一次的记者会上呢，也特别表明说他非常不满意日本啊，在这一次他攻打伊朗的这件事情上面，日本完全都没有什么样做的帮忙。再来另外一个导火线就是呢，他还是说了高市早苗是我的头号粉丝，引爆日本网友就痛批说，怎么会是你的粉丝呢？不是应该美日之间是盟友才对吗？美日关系是否已经出现了真正的决裂？再来就是川普再次的提珍珠港事件来比喻他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怎么回事？吕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啊，日本不断的修改它的一个课纲啊，修改到日本的年轻一代都忘记美国跟日本真正的关系是什么。美国跟日本真正的关系不是盟友哦，美国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那为什么在日本的境内有这么多的美军基地？因为那个是占领国对于这个战败国的实质上的进驻啊，所以日本要先搞懂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高市早苗再使出任何的这个妈妈桑外交的方式一点用都没有。那也不要讲说到底握手握几秒钟了，真正握手握最久的，也就是川普总统到访中国大陆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的14秒，那我帮大家都算过了。那这一次真正的核心点，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讲3月的那个，那其实前面还有很多章，那我们就不要耽误时间。我们看高市早苗的这个神情啊，那时候川普的讲就对吧？当年你们偷袭珍珠港，有提前通知我们吗？高市早苗什么话都不敢讲，但是高市早苗回国之后，被日本右翼，尤其是极右翼修理的胡说八道的。所以这一次他为什么要表达意见？因为他不想回去再继续被修理啊。那我们现在讲这么多点啊，其实也是回到说，这个高市早苗呢，他现在其实是他的民调不像当初那么好了，而且我们来看这个民调，当初最好的时候它是69.9，现在做出来是54.3，那这中间已经下跌了12.7。可是我们来看自民党的部分，自民党在4月的时候是25.7，那到6月的时候是22.8，它下跌的幅度呢，其实只有2.9。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然不支持自民党的人有，但是更多人是反对你高市早苗。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美日关系是不是撕破脸？其实不只是美日关系，另外还有就是美国跟意大利、英国跟法国的关系，跟他的盟友们，真的很多国家现在也看起来都是撕破脸了。我们先来看到跟意大利的关系，就是呢前几天川普说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啊，在这个 G7 的会议上面一直要跟我合照哦，来恳求说要跟我合照哦，来展现他跟美国的好关系。梅洛尼听到之后就非常的火大，他就说绝对没有这件
件事情是凭空捏造，还呛川普说先顾好你自己的支持度吧。好，所以呢，美意关系降到冰点。再来看到英国，因为有传出说英国首相施凯尔可能会辞职，结果川普直接在社群帮他宣布了这件事情，也让英国首相非常生气哦。再来呢，看到法国了，因为呢没有配合美国的中东行动，这个川普干脆模仿法国人的口音哦，嘲讽盟友，并且呢提到说法国拒绝派军舰来支持，他也借机讽刺这个法国总统第一夫人哦，曾经在公开场合管教马克宏的画面，影射说马克宏你的这个领导的风格实在是不够强势。种种的问题，杨老师怎么看？吵架是表面了哈，川普的风格是导火线，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是整个世界格局改变了 ，G7 不再高高在上了，它也不是过去从70年代到现在，他们认为是在决定世界格局的这个主要的玩家了。你看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从发生，然后 G7 也没有了解到，日本也没有了解到，你跟着老大你要跟紧，因为否则老大会，你怕老大抛弃你，但你就不能去，你必须要面对可能被老大牵连到他自己搞的糗事里面去，你不能怕这个东西。所以当欧洲跟美国拒绝在美国的跟伊朗的战争当中任何的角色，甚至还谴责他们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老大生气了。那这个 G7 当然，川普就来这个从头骂到尾，但他骂是他的风格，可是真的显示的是什么？你看这一次的这个伊朗，从4月7号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什么欧盟的角色？有没有什么欧洲国家的角色？有没有什么日本、韩国的角色？什么都没有，都是巴基斯坦哦，然后呢，伊斯兰海湾国家，还有谁？中国。将来也就是说，这些 G7 国家其实已经就害怕，他现在害怕9月份当这个川习会在开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可能就形成中美共治，而不再是 G7 大家共同协商了？所以他从这些国家从神坛上掉下来，他不再高人一等了，他已经变成什么其次的中等强国了。所以以后你就看到这个真正在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的伊朗跟美国的整个谈判的过程哈，跟后来整个这种不稳定的僵局的转变了，最后不一定会是在欧盟在欧洲的这个谈判结束，而是在哪里？而是在中美的高峰会上做决定。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格局的决定者。虽然中国大陆是反对一国霸权或者是大国决定，但国际政治的现实哈，现在已经转为从美国主导 G7 共同这个吃肉喝汤，但是呢，转为什么中美共治 G7， 你就一边凉快去吧。好，所以未来如果从 G7 正式转为 G2， 就是美中来做共治的话，那我们也来看到，那日本呢？日本高市早苗有没有选对人跟上呢？跟对老大呢？因为现在高市早苗也面临非常多的压力。我们来看到到底怎么回事？他的民调竟然是创下了最新的，来到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支持度，高市支持度下降到只剩下55%。6月份我们来看到自民党支持率只剩下22.8%，这个数字是今年年初自民党政治资金丑闻时的22.5%的低水平，包括年轻人、女性也不支持高市早苗了。孙委员怎么看？对，在先前在日本曾经有一次这个年轻人的抗议哦，叫做要猫不要炸弹哦，不要飞弹。那么这群年轻人他们诉求的将近几万人哦，包含在线上。他们就是对于高市早苗要走的这个新军国主义抬头这件事情，他们是高度保留的哦。他们甚至认为说这条路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道路。所以当然你说高市一上台之后，他希望这个靠紧极右翼哦，然后让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能够重新复辟哦，那么让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他以为这样的诉求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但事实上，显然日本新世代的年轻人，包含女性的支持者，恐怕并不是持这样的看法哦。那么在日本，高市早苗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支持度下滑，这个有明兄是专家嘛，就日本的内阁永远都是如此，首相刚上去的时候支持度很高，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下滑。